大家晚上好，让我去。哎，这一次又是一个横竖屏的，大家有人看到横屏，有人看到竖屏了没有？嗯，让我去发个推，然后 Discord 走你。好，眼镜儿，眼镜儿，因为现在开的有这个环屏幕的灯，所以用这个眼镜就会显得紫晃晃的，必须要换个眼镜儿。好，然后稿子哪儿去了？有跑步回来的了啊！这个你这个速度很快。今天看看有几个人吧，大家都点赞了没有啊？那天直播有150人，大概只有20-30个赞啊，这个还是非常非常谨慎的。大家，好吧，不重要了。今天呢，跟大家讲讲达沃斯论坛上大佬们如何看待 AI 对未来就业的一个影响。达沃斯论坛上还是有很多有趣的东西的啊，特别是川大爷的东西，但是那个呢，跟咱们稍微有点远。好，那我们就正式开始。如果大家没有什么其他问题的话，喝口水。大家好，欢迎收听老潘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今天咱们来讲一讲达沃斯论坛上大佬们如何看待 AI 对未来就业的影响。科技大佬在达沃斯论坛上都被问了同一个问题，就是 AI 对就业的影响是怎么样的。虽然大家都在关心说，哎呀，AI 到底是不是泡沫 ，AI 到底行不行，但是确实开始有人失业了。达沃斯论坛呢，每年热闹一回啊，川的统领的表演距离我有些远，就不在这儿说了。川的统领呢带来了一大堆的企业界的人士啊一起前往。那么科技企业的代表一定是各个 AI 领域的公司老大，所以各种访谈呢，这个其实也没有太多新鲜的东西。原因也很简单，就是近半年来这些老大们都在密集的发表观点。就是以前这些科技公司老大们并不这么热闹出来讲话了啊，现在不行了，一定要赶快出来讲。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在做大模型啊，大多数的模型并没有怎么挣钱啊，都是在做基础建设。很多机构呢就开始质疑你这玩意儿有没有泡沫啊，对吧？你说有本事说我们挣着钱啊，告诉你没泡沫，但是他还没这本事，那就只能出来发声了啊。AI 企业呢还有一个很奇葩的特性，就是只允许老大说话，下边人是不能乱说的，对吧 ？XAI 有一个小哥啊，刚刚接受完访谈，第二天就被开了。杨乐坤啊，也是话说太多了，没法在美塔混下去了，只能自己出去创业了。啊，他创业呢，你爱说什么说什么了吧？所以呢，现在啊，在这个 AI 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只能是麻烦各位老大们多出来刷存在感了。这一次的发布呢，也并没有超出他们过往发表观点的一个范畴，但是呢，大家凑在一起了，就可以比较一下各自观点的差异。AI 发展到今天了啊，有些事情呢，其实还是可以确定的。这东西啊，确实很强大，能够改变非常非常多东西啊。这个事儿现在大家已经确定了，没问题。即将迎来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波基建啊！这个呢，至少目前为止，大家看着还是没毛病的啊。都去买英伟达显卡，都去建机房，都去盖电站，都去搞这个变压器，都去这个建巨大的算力中心啊，甚至还有人惦记说把这个算力中心建到太空上去，对吧？所以人类有史以来最大一波基建，英伟达黄仁勋说：“哎呀，我这个准备几千亿美金去建啊，然后这个
贝莱德的 CEO 就问他说：“你才几千亿嘛，这点钱啊？”那因为贝莱德自己手里有几万亿，对吧？那这个黄仁勋说：“我只是从我这儿买芯片买几千亿，对吧？后边还有造芯片的，还有造电脑的，造机房的，多去了，对吧？这些人都是得花钱的，那就是几万亿了啊！这贝莱德的人就爱听这个，对吧？需要花钱嘛。那么目前为止呢，虽然 AI 还不太赚钱，但是好像以后是可以赚到大钱的啊。至于怎么赚到，谁也没想明白。AI 呢，已经造成了一定比例的失业，以及呢就业焦虑。你说 AI 到底有多少人啊带来多少失业了？可能也没有那么多，至少到目前为止。但是呢，所有这些能够发出声音的人来啊，特别是很多中产啊，很多这种在社区上比较活跃的人啊，都在开始担心说，我这个日子还过得下去，过不下去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当前的一个状态。于是，所有的老大都面临了同一道题目：AI 将如何改变就业市场？都哪些老大参与了呢？啊，我今天其实看了一天的访谈纪要啊，应该呢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并没有看全。有些人呢很悲观啊，比如说 Anthropic 的 CEO 啊阿姆戴伊；有些人呢极其乐观啊，比如黄仁勋和马斯克；还有呢像比较理性的啊，不太着急的，就是谷歌 DeepMind 的 CEO 哈萨比斯啊，他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健的一个。还有呢，在努力找方向的，比如说吴文达这样的。阿姆戴伊和哈萨比斯的观点呢，昨天其实讲了啊，这里就不再详细讲了。阿姆戴伊呢认为今年或者是明年就会实现 AGI，50%的初级白领工作会被清空，因为 AI 演化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已经超出了社会的承受能力，可能会出现社会动荡。但是呢，阿姆戴伊也没有给出什么意见和建议啊，没有解决方法，就是我这儿遇到问题了啊，如此了。哈萨比斯呢认为 AGI 到来没那么快，2030年有一半的机会有可能实现，对吧？AGI 既然到来没那么快嘛，那就不用太担心了，对吧？之所以大家会担心说，哎，因为 AI 带来的就业问题会带来社会动荡，原因就是太快啊。哈萨比斯说没那么快。AI 呢，确实会对初级白领工作造成压力啊，这也是哈萨比斯认可的事情。所以呢，他给出了建议啊，要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啊，不是说要去学习，而要学得更快。年轻人啊，要寻找新的生存目标和意义。年轻人可以向新的方向设立目标啊，比如外太空探索呀、哲学和艺术啊、极限运动和娱乐呀啊，这是哈萨比斯给出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吧。做 AI 教育的吴文达啊，他在讲什么呢？这个吴文达呢，可能好多人不是那么熟啊。这个是原来阿姆戴伊在百度时候的老板，对吧？百度把他拎回来啊，说你就是我们这儿的大神啊，咱们来做人工智能吧。然后他就把阿姆戴伊招回来啊，在这儿混了1年啊，然后吴文达就闪了，阿姆戴伊也闪了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吴文达应该比阿姆戴伊还多混了一年多吧？阿姆戴伊应该是2015年还是2016年走的啊？吴文达是2017年6月离开的百度。他离开百度以后呢，就开始做 AI 教育。他呢是 Deep Learning AI 的创始人啊，他呢还是 Coursera 的创始人兼董事长。Coursera 2021年3月份上市，市值50亿美金，吴文达持股8%啊，所以那是已经非常非常有钱的一个人了。现在呢，继续从事 AI 教育事业，同时呢，也在运营 AI 投资基金和企业孵化器。1月20号，吴文达呢参加了一次圆桌啊，除了吴文达之外，还有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一位科技金融的管理者和一位阿联酋的政策代表啊，他们4个人啊在那做了一个圆桌。首先呢，他们在讲啊，说是可能未来是一个少数掌握 AI 超级个体啊，少数掌握 AI 的超级个体会快速崛起，而其他人的话，就基本上变成无用阶级的一个时代。大量的初级员工会困于阶层啊，这是他们在讨论的问题。什么意思呢？因为初级的员工没了，初级职位没了啊，原来初级程序员、初级律师、初级的这些销售啊，他们在一开始进入职场的时候干嘛呢？是要从事简单的数据整理，
对吧？简单的文件归纳，简单的沟通啊，他们要干这件事情，他不需要决策啊，他们只需要做这种事情。为什么做这个事儿呢？他要不断犯错嘛。你一开始上来谁也不是天生就会嘛。那你在不断的犯错的过程中呢，你就可以不断的挨骂啊，不断的被这些资深的老员工吧去循循诱导吧，或者是做一些这样的事情。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才可以不断的提升，慢慢的晋级进上去。现在呢，这些事儿 AI 干的比初级员工好，对吧？所以对于现在这些新的毕业生来说，他们就面临一个问题：初级岗位没了，你要上来做高级岗位，你又过不去。所以呢，他们管这个玩意儿叫鸿沟啊，很难跨越的一个鸿沟。而老板们呢，也更愿意给 AI 付费。原因很简单啊，因为员工培训好呢就要涨薪啊，或者还要跳槽。AI 呢，你只需要续费就可以了，用量大了还能打折，对吧？所以这个 AI 跟员工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东西，而且员工有时候你还得哄着他，还有工会，对吧？这个非常非常麻烦啊 ，AI 要听话多了。新毕业生啊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这一点圆桌上几个人呢都达成了共识啊，这可能就是2026年大家所面临的问题。吴恩达呢主张用 AI 打造能力的加速器，那你既然 AI 造成这个问题，那咱就直接通过大模型做训练呗，对吧？这个谁把这个铃铛这个挂上了，谁再把它解下来嘛，对吧？解铃还须系铃人嘛，那咱们就接着用 AI 来搞，怎么办呢？让新人啊在几个月之内通过 AI 呢做各种训练啊，然后呢积累原来数年的这种项目经验啊，他希望干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他一直在做 AI 教育嘛。通过 AI 直接培养领导力，对吧？可以领导 AI 一起快速前进。因为原来这些初级职位干嘛呢？是抄抄写写啊，数据处理啊，数据分拣啊，干这个活。现在不需要你干这活 ，AI 都替你干完了啊。那咱们干脆就做决策吧，对吧？现在他希望来干这件事儿。那么以后呢，筛选的是能力，就不再是工龄了啊，不是说你干了多长时间就可以这个升职啊，而是说你有能力你就可以升职啊。他要干这个事儿啊，反正这个从百度出来的人还是惦记35岁毕业哈，这个也挺好的。他呢也在不断的投资学习他课程做出东西来的这些团队，所以呢，教育跟投资这是吴恩达现在在干的事情。但是呢，这里头有一个问题，问题在哪儿呢？就是他们都认为说，在2026年开始，甚至2027年啊，这个大量的初级白领工作就没了。但是呢，他们其实并没有给出解决方案来。吴恩达最后给出来的方案是什么呢？还是筛选少数天才，对吧？并没有说我们让大家怎么能找到工作，大家怎么能活下去，没有啊。我要通过教育把这个天才再筛选出来，我投资他。而诺奖得主呢，担心的是巨大的不公平即将到来，对吧？那资源分配怎么能够均匀呢？或者怎么能够这个平均让所有人都可以学到呢？这种资源分配的不均匀，是不是会加剧不平等呢？啊，这个诺奖得主就会想这种问题啊，他呼吁建立公共的 AI 培训基金啊，这个标准化的这种认证啊，他是想要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其实咱们看啊，这个吴恩达原来创业的这个 Coursera 就是线上课程的这个平台，对吧？在这种平台上，其实我们现在想要去学各种公开课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并没有所有人都这个成才嘛。所以你就算是有 AI 培训基金，其实也没有机会啊。然后他还提了一个非常非常陈旧的观点，就是标准化认证啊，这个东西是认证蓝领用的，对吧？最后说，哎，我只要有认证了，你就要让我去用，让我去干这个活没有认证的人，你不能抢我的工作，对吧？他希望通过标准化认证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诺贝尔奖好像含金量也不是很高啊。然后呢，他对 AI 公司提出了要求啊，希望 AI 公司可以进行利润的再分配。啊，这个确保机会公平啊，这个觉得可能也是应该到中国来啊，咱们还是要这个再分配一次啊，这个不能说让你们直接把钱挣走了。而阿联酋的这位政策代表呢，给出了意见，也是很有意思的啊。这个为什么我们要专门提阿联酋的政策代表呢？马斯克预期很快就要进入丰饶社会。哈萨比斯预期的是，我们要进入一个叫后稀缺时代。后稀缺时代什么意思？就是什么都不缺了，对吧？原来是稀缺
钱啊，稀缺各种的这个商品啊，咱钱不能算在里头啊，咱们就稀缺各种商品，对吧？稀缺各种服务，以后都不稀缺了，叫后稀缺时代。实际上，什么叫丰饶社会？什么叫后稀缺时代？他们自己都没见过啊，他们也不知道。但是阿联酋人家已经过上了，对吧？通过石油啊，通过大量的低端劳动力派给外劳的方式，他们自己的国民绝对算得上这个已经进入了丰饶社会或者后稀缺年代的一个状态了啊。所以阿联酋的人怎么看这问题呢？他认为说能够脱颖而出的年轻人往往具备跨领域连接的能力啊，你可以一次解决很多问题。AI 呢不擅长横向整合啊，比如果一个需要教育体系、文化敏感、伦理考量相结合的案例，这种综合的决策能力啊，只有人才能搞定啊，AI 是搞不定的。你想，它一个穆斯林国家，对吧？然后还产石油，然后还需要跟全世界去沟通，那它可不是在考虑教育问题的时候还需要考虑什么文化敏感和伦理考量嘛？这对于他来说这是很现实的问题。那这种问题只能靠人啊，机器是没戏的。然后呢，他讲到说，阿联酋呢推行的是一种叫微勋章制度啊，微小的勋章，不再单纯看职位名称和工作年限了，而是评估在 AI 环境下解决了多少跨领域的复杂项目。阿联酋呢，这个阿联酋以及沙特啊、卡塔尔这些中东的丰饶社会，并没有出现美股七姐妹这样的创新企业，所以照着这条路往前走，到底对不对呢？这个真不知道啊。再往后呢，他们讨论到说，领导力、学习能力、打破常规的能力是未来的关键啊！大家都在筛选人才，而在原来的社会环境中，人才是稀缺的，绝大部分人其实是庸庸碌碌过完一辈子的。这些人想要解决年轻人和初级职位断崖消失的问题，啊，他们想要解决年轻人的初级职位断崖消失的问题，但是给出的所有解决方案依然是在筛选人才。人才未来的价值在于更早的进入决策领域，用人性、道德与 AI 协作进行最终的决策啊，这是他们希望这些人去做的事情。但是最终能够有多少决策岗位，他们并没有说。他们究竟他们研究的还是如何为这些决策岗位筛选出合适的人来，对吧？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大部分普通年轻人找不到初级工作，而不是说这个我们需要筛选出少数的精英来。但是这个没有办法啊，因为传统的社会一直是这样去运作的。下边呢就是比较乐观的马斯克了啊。埃隆·马斯克上来说，我们即将进入丰饶时代，对吧？怎么个丰饶法呢？他说我今年就开始生产机器人了啊，要开始量产，明年这些机器人投放市场开始卖了啊，要开始大规模部署了。他说现在呢，大家都在搞 AI， 但是 AI 下一个该缺的东西是电啊，说我们有这么多芯片，美国再有更多的芯片就已经没有办法了，就已经要这个没有电来烧这些芯片了。今天我还看到一种说法，说以前啊，美国人摁着中国说，我给你加关税啊，你必须买我大豆啊，你不买我大豆，我给你加关税。也许再过个2-3年，美国人就冲上来说，我给你加关税啊，你再不买我芯片，我给你加关税了啊，有可能会变成这样，对吧？美国人现在已经就是他的电力已经支撑不起这么多芯片了，那你这么多芯片造出来怎么办？你找这个有电的人去买啊，对吧？一定是这样的。美国电网啊已经支撑不住了，那么他呢还觉得美国最近做了一个很愚蠢的事情是干嘛？就是给太阳能设施给这玩意儿加税。他说本来我们可以上中国买的东西，中国这个已经产能过剩了，便宜的一塌糊涂，对吧？咱买回来咱自己就有电了。结果你给这玩意儿加了税以后没法整了这事儿，对吧？那说算了啊，这个 AI 这事儿呢先这样搁着啊，我先用现在的电力去造机器人啊，这个造机器人不需要那么多电。美国据说还有一个跟 AI 算力中心抢电的这个行业，大家知道是什么吗？这个 AI 算力中心现在是耗这么多电吧？还有一个非常非常耗电的行业，叫大麻种植啊，大麻农场是非常非常耗电的。现在呢，两边就说我们必须要公平啊，你盖多少 AI 算力中心，我们就要盖多少大麻农场啊，这个也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然后马斯克准备3到5年内开始部署太空算力中心，说反正我在地上你折腾半天你搞不定，对吧？环境保护啊，什么各种的这个器材你还给我加税，对吧？这我没法整啊，对吧？我干脆上太空中建去吧。说今年它就要实现星舰的可重复使用啊，因为现在我们也做了这么多次星舰发射实验的这个直播了，星舰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成功回收过啊，你回收完了以后啊，再下次再把它发上去，我估计它比如回收个3、5次以后啊都能回收了，下面就可以往上发了。它如果能够重复使用的话，那么它可以把每一磅啊这个太空轨道部署的成本降低到$100啊，不是每吨，是每磅啊，还是比较小的一个单位啊。那么它预期今年就可以搞定啊，说以后向太空轨道中部署这些算力中心的这个成本要比坐飞机还便宜啊。这个一旦实现了以后，就可以把大量的这种设备发到天上去。对于 AGI 呢，他也比较乐观啊，他认为 AGI 应该在2026年年底，也就是今年年底啊，最多也就是明年就会出现比任何人类都聪明的 AI 啊，它是这样的一个东西。而到2030年呢 ，AI 将比全人类加起来还要聪明啊，这是马斯克这种比较乐观的人的一些观点。他说以后呢，这个经济产出啊，是每个机器人的平均生产力乘以机器人数量，就是经济产出了。当 AI 变得比人聪明，机器人的数量足够多的时候，全球经济将会出现爆发式的增长。机器人会比人类的数量还要多啊，人比如说50亿人啊，还是60亿人啊，那他说以后可能比如说几百亿机器人啊，他说这是未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会出现一个丰饶时代啊，就是马斯克在反复强调这个事情，说通过机器人的广泛应用，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将极大丰富，甚至达到了你无法想象还需要机器人做什么的程度，对吧？你所有想要的东西，它马上就给你了，对吧？你再也想不出来需要什么了。那么以后人需要干嘛呢？他说人呢需要去定义问题，而 AI 负责解决问题啊，这是马斯克给出的答案。说即使人不工作了，或者你没法定义问题了，也可以享受丰饶社会所带来的这些服务和商品，甚至你都想不出来我该要什么了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马斯克呢就惦记着给民众发钱嘛，而且是发很多的钱。对吧？他跟山姆奥特曼这种说我惦记给民众发一点点钱，这还不一样，他是惦记发很多很多钱的。但是这种社会的话，再看看中东土豪国家们现在发展的方向，这可能是我们这些这个普通人所预期的，但这真的是马斯克所预期的未来方向吗？真不知道啊。马斯克真正想解决的问题呢，其实并不是人的问题。不是说人怎么找不到工作的问题，马斯克在讲到飞去火星的原因的时候，讲的并不是挽救人类啊，也不是某一个人，马斯克真正想拯救的是意识。马斯克认为这么浩瀚的宇宙中出现意识这样的一个东西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对吧？万一要是发生了各种天灾人祸的话，如果人类只在这个地球上，那么就可能会被毁灭啊！这个好不容易产生的意识，可能就直接毁灭掉了啊！所以马斯克说，我们以后要让意识可以到其他星球上去，不是人啊，最后是意识会被保留下来，不是人。然后马斯克最后讲到说，作为乐观主义者，哪怕错了，也比做悲观主义者但是对了要好啊！那因为你悲观主义者如果对了的话，那肯定是事情在向比较坏的方向发展嘛。如果你是乐观主义者，那错就错呗，对吧？这没有问题。所以马斯克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当然了，马斯克还经常讲一个话是什么呢？就是悲观者时常正确，但是乐观者永远快乐啊！所以还是做一个乐观主义者吧。当然还有一个比他还乐观的人是黄仁勋，对吧？马斯克虽然刚才讲到丰饶社会，讲得很乐观，但其实他是有深深的焦虑的啊。他认为说一颗陨石下来，恐龙就直接消失了，对吧？他也没做对什么，也没做错什么，只是来了颗陨石。他唯一做错的事情就是没有后备的方案啊。那么马斯克说，我一定要在这个多少年之内给人类带来一个后备的方案啊，万一再出现像恐龙那样的事情，
我们不能保证人类存续下去，但是我们要保证意识存续下去啊，这就是他在干的事情。那么最乐观的黄仁勋他在讲什么呢？这个很简单，因为 AI 里头只有他挣钱了啊，别人都没挣着。首先跟马斯克一样啊，和黄仁勋做访谈的人是谁呢？是贝莱德的 CEO 给做的啊。那么贝莱德的 CEO 反复在强调一件事是什么？哎，如果我们用退休基金去投资英伟达，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啊，对吧？他老在讲这个，因为英伟达的年回报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啊。就是包括英伟达，包括这个特斯拉的这种年回报率都是超过了贝莱德的年回报率的。贝莱德大概20%几的年回报率，啊，这个英伟达大概是30多啊，37还是多少？然后特斯拉也是非常非常高的啊，说我们应该用养老金去买你们。黄仁勋的核心论点是什么呢？是现在在发生一次根本性的平台迁移。对吧？原来的软件是预录制软件，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按照标准的路径啊，或者说我们先讨论好路径，然后呢，把这个软件的过程做好，后面我们只能按照原来预设的路径继续执行。你说我想变一个样啊，没法变。以前的软件是这样的，原来的软件只能处理结构化的、事先约定好的这种格式的数据，而现在 AI 就不一样了 ，AI 可以处理图片、声音、自然语言。非结构化的数据啊，你可以随便跟他聊天了，对吧？他觉得这一定会带来巨大的变化的啊！而且呢，他也讲到啊，说5层架构，其实呢，这不是他第一次讲这5层架构了，说以后 AI 是5层架构，最底层是能源，然后是芯片啊，也就是黄仁勋这一层，再往下呢是云基础设施啊，比如微软、谷歌，再加上这个亚马逊啊、Oracle 啊，他们都在这一层里头，然后是大模型啊，也就是 OpenAI 啊、Gemini Cloud 啊，就是他们去搞的这些东西。最后一层呢，最底下一层是应用啊。他说，哎，我们看到这个应用现在已经起来了啊，是非常非常让人欣慰的。然后黄仁勋对2025年的 AI 进步呢这个做了一些总结啊，说2025年 AI 都干了几件事呢？3件事。第一件事是 AI agent。就不再是那么容易出错了啊！原来咱们老说，哎呀，这个 AI 有幻觉啊，上来就胡说八道啊，一本正经胡说八道。但是现在有了 AI agent 以后啊，其实 AI agent 大家也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就是第一个，它有这个标准知识库啊，你只能在这个圈里头回答啊，你要么搜索一下，要么在这个知识库里头回答啊，然后你要在这些很标准的这个提示词里边去工作，你可能做多段提示词，然后串起来去把这个事情做完。而且还可以触及外界的一些工具，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AI 就不那么胡说八道了啊，可以实实在在的解决很多工作中的问题了啊，这是2025年非常巨大的一个进步。当然，这个进步呢，对于黄仁勋来说的好处在哪儿呢？因为一旦这个真的可以干活了，那下一件事是什么？下一件事叫 token 在燃烧啊，对吧？那么 token 在燃烧，黄仁勋就可以开开心心的去买卡啊，去卖卡去了，对吧？他现在也说了，说 AI 没有泡沫，对吧？哪有泡沫？他说现在你去看这些 GPU 的租赁价格都在上涨，对吧？他们现在都供不应求啊，都要租我的这个 GPU 呢，对吧？这个是黄仁勋认为啊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现在甭管咱们用 Cloud Code 呀，或者用各种编程工具，那绝对是 token 在燃烧啊。第二个啊，重大的对英伟达的利好是什么呢？就是开放 AI 啊，或者叫开源 AI。年初的时候 ，DeepSeek 的发布啊，那绝对是对于英伟达的重大利好。别看 DeepSeek 发布完了以后，英伟达的股票在跌啊，但是当时黄仁勋说这玩意儿对我有好处啊，为什么会跌呢？好奇怪，这才是黄仁勋真正的王牌。为什么呢？因为黄仁勋四处都在讲说我们要做主权 AI。主权 AI 是什么意思？就是每个国家自己有自己的 AI，你不能把你的 AI，比如阿联酋这样的国家啊，你把你的 AI 建立在 OpenAI 上啊，或者建立在 Gemini 上，建立在这个 Anthropic 上，这不行的。你要自己有一个 AI，自己能控制的，对吧？每个国家的这种 AI 都只能是怎么呢？在开源 AI 基础上再去训练自己的 AI 啊。那么你拿说我 OpenAI 你去训练，它不给你的，对吧？最多用一个 GPT OSS， 那个性能没有那么好。对吧？咱们还是要用这种巨型模型啊去做这个开源模型的训练。那么每一个国家都可以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
对吧？现在这2天这个谁 Anthropic 还出了他们的宪法，对吧？他把这个Cloud 宪法整个给公开出来了。那你对于阿联酋，对于这个沙特，包括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我们能认可他这个，咱肯定不能认啊，对吧？我们有自己需要去坚守的东西，所以我们一定不用他那玩意儿，一定要训练自己的。那么主权 AI 呢，是一定要去买英伟达的显卡的，原因也很简单，兼容性最好，维护成本最低，对吧？你说我买一堆什么 ISIS， 买一堆这些东西，除了美国这些大的云计算厂商和中国这几个云计算厂商可以搞定这玩意儿之外，没有任何人能搞定这些 ISIS。你还是买英伟达，老老实实的能把它布上就完事儿了，对吧？这是第2个对英伟达来说很重大的利好。第3个是什么呢？叫做物理 AI 说物理 AI 在2025年有了重大的进展 ，AI 真正进入物理世界了也就是人形机器人或者是各种的机械设备已经进来了各种 VLA 模型、机器人模型现在已经开始在萌芽了。因为英伟达还在干一个事儿什么呢？就是卖机器人脑袋里的那块芯片这个包括卖无人车上面的芯片像我的车上还有2块索尔呢，对吧？它这块说这也是2025年重大的突破所以他讲这3个突破，实际上对于他们自己来说都是重大利好。那么 AI 之后工作会怎么办呢？对吧？这个问题肯定是要问的吧。作为最乐观的黄仁勋呢，他说工作会变多的说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基建开始了，大基建这玩意儿需要大量的工程师，需要电工我们需要这些人，现在都找不着这可缺人了我们，对吧？他先讲了这么一个事儿，然后呢，他说我们以后的工作我们要去区分目的和任务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还记得刚才马斯克讲什么？说人类负责什么？人类负责提出问题。AI 负责解决问题那么到黄仁勋这儿呢，他其实讲的是一样的。他说我们要区分目的和任务。他举了2个例子一个是放射科医生，一个是护士他说原来放射科医生的任务是读片子，这个护士的任务呢是写大量的这种报表填很多的这种 paperwork 走各种流程这是他们原来的任务。但是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都是为了治病对吧？都是为了治疗更多的病人所以有了 AI 以后，读片的任务就交给 AI 了，而放射科医生可以接待更多的病人，可以用更多的时间去跟病人沟通去了，对吧？所以他不要去纠结这个任务被谁做了，而是要去关注我的目的是什么。所以现在呢，放射科医生不够用了，对吧？这是他们遇到的问题。护士呢，有了 AI 的帮助之后，可以自动化的处理各种各样的文书工作可以极大提升效率。那么护士就可以用更多的时间去照顾病人，与病人互动了。他们的目的都是要治病救人嘛。那么既然前面放射科医生已经接待了更多的病人那么护士肯定就不够用了，对吧？接待病人才是目的AI 解决的是任务人则是要关注目的的。这是黄仁勋提出的一个观点我觉得跟马斯克讲的人提出问题 AI 解决问题的这个基本上是呼应的。然后呢，讲到公平的事情还记得前面这个跟吴恩达聊天的时候这个诺贝尔奖得主那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就讲了说以后可能会有巨大的不公平。但是呢，黄仁勋作为一个乐观主义者，他认为以后一定是公平的，说 AI 会实现彻底的平权，对吧？大家都不需要上大学了就可以写程序你说我这个，比如说某一些这个未发达国家那么他可能没有很好的计算机本科教育。原来你是没有办法走出这个深坑的，那么现在不需要了，你跟 AI 学就完了，对吧？你也可以学成这个很好的程序员，你也可以写程序了，对吧？而且 AI 用起来又非常简单，你不需要专门上一节课说我怎么去学 AI， 不需要的，对吧？你不会用怎么办？不会用问 AI 说 AI 我要干这事儿我不会怎么办？你告诉我，对吧？然后 AI 会慢慢的告诉你，学不会你还可以再问他，他特别有耐心所以以前那些不发达国家都可以直接使用 AI 进行追赶。再也没有那么多人才和资源限制了当然了，老黄呢还是在推他的主权 AI 就是如果这些不发达国家想要去把 AI 跑起来的话，那你是不是得买英伟达显卡呀，对吧？所以老黄反正3句话不离本行还是在讲他自己的这个事儿。关于欧洲呢，
这个人家最后问他了啊，说你看我们现在在欧洲啊，在这个达沃斯论坛上，那咱们讲讲欧洲的事吧。然后老黄呢想了想说，这个欧洲啊有巨大的高端制造业啊，这个低端的肯定都到中国来了嘛，所以呢就不要再惦记着编写 AI 了啊，这事儿你们没戏啊，你们以后就去教导 AI 就可以了。啊，这个让 AI 呢学会欧洲那些隐形冠军的技术，这些技术呢也是像这些技术呢也有可能会像威尼斯的玻璃镜子一样啊被快速扩散、被平权掉。那么怎么办呢？怎么说我把这个 AI 训练好了以后不被这个快速扩散、不被平权呢？我还依然可以保留这些高端技术啊？那方法也很简单，就是训练私有模型啊，那你是不是把这些 know-how 训练到自己的这种小模型里头去，就可以把它保留下来，对吧？你这些欧洲的隐形冠军，你不能把这些 know-how 训练到这种大厂的模型里去。你说我给 OpenAI 做了个训练啊，他以后就会做机床了，这不是扯淡了吗？啊，那你既然要训练小模型，那英伟达是不是也有生意可以做了？所以呢，他讲来讲去始终在讲这一件事，就是你们好好的买我的卡啊，然后呢，不要相信这个谷歌啊，不要相信这个 Anthropic 什么 OpenAI 啊，你们都自己去训练自己的。这些欧洲的隐形冠军们啊，你们都训练自己的去。那些主权国家啊，甭管你是威权国家还是什么国家，通通都训练自己的去啊，你们自己说了算啊，这就是黄仁勋要干的事情。然后呢，讲到了啊，说这个机器人技术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他说：“你看，你们都有这么多高端制造了嘛，那么你就造机器人呗。”在这一点上呢，我倒是觉得机器人技术对于中国来说才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没有那么多环保，没有那么多人权，没有那么多圣母啊。这个事儿呢，也挺悲哀的。但是你真要发展这个机器人技术的话，你一定是不能有什么环保、人权这些东西在里头，否则的话，工会一折腾，你这机器人就下不去了啊。啊，当然黄仁勋呢肯定也惦记在中国来卖他的机器人了，所以下个礼拜据说黄仁勋就要来中国了啊，来去讨论一下 H200的物流到底怎么走啊。我东西都造好了，你们得给我弄过去啊，对吧？这个每天搞得这么别别扭扭的啊，这事儿不行啊。他现在应该还是为这个事儿比较着急的。总结一下吧，啊，我自己呢是看了一堆的访谈啊，就这2天都在看访谈。然后呢，把这个几个人的意见呢，跟大家稍微的掰开了讲了一下。那么，他们的有一些是达成共识的啊，就是第一，初级白领工作会大面积消失，这个呢，大家还算是有共识。但是黄仁勋没太讲这事儿啊，黄仁勋就觉得我以后是各种的工作都是需要人的啊，人都不够使了，对吧？这个太乐观了。然后人啊，要尽快学会使用 AI 工具，尽快学会如何指挥 AI，完成原来很难以实现的这些工作啊。这个是甭管是吴文达还是其他的几个人啊，也都在去强调的事情。如果现在的社会形态和社会架构不发生彻底的改变的话，其实这些大佬们也没有为普通人找到出路啊，他们依然在想办法筛选天才出来啊，这就是他们在做的事情。不过呢，就不要在意过程和任务啊，真正需要寻找的是意义和目的。人类的作用是提出问题，而 AI 的作用则是用更低成本、更高效率去解决问题。好，这就是咱们今天要讲的故事。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啊？这个范老师早啊，点赞啊！你们都点赞了没有？赶快都点一波赞啊！这个我去看看现在有几个赞了，我要检查一下作业。哎，现在好像没有这个赞的数量出来了。哎，有人看到竖屏的了没有？周末好啊，各位，你也周末好。达沃斯论坛上唠的 AI 距离现在的水平还有点远 ，AI 演化速度再快，单论能耗比啊，神经网络远比不上这个神经系统啊。你消耗一座城市的能量，能做的事情给人做2个馒头就够了。
但问题是这两个馒头你做不了它那么好啊，对吧？我这几天啊，这个其实效率很低，原因也很简单，那个，我最后还是让 AI 给我写了个程序，把这个英语的字幕转成中文的，对吧？我最后是告诉 ChatGPT 说来给我写，然后吭吭吭给我写一个程序出来啊，它会这个调用 ChatGPT 先把这个所有字幕拎出来，然后这个对这个所有的词进行一致性检查啊，做完了以后再去对所有的这个内容进行翻译啊，然后呢再去根据一致性的这个预设的这些关键词表啊，然后再把这个翻译的结果再去核对一遍，然后再把它合成到这个 MP4里边去啊。我最近这2天在写了这么个程序，然后现在终于是把它跑通了啊，这个还是挺开心的一个事儿。你这个事儿你要让我原来干的话，估计2礼拜我也干不完啊。现在的话2天啊，实际上还不是2天，我这2天还在录节目，还在看大量的内容，对吧？实际上也就是用了大概5、6个小时，我把这事干明白了啊，挺好的。而且现在项目也都写好了文档，写好了这个注释，上传到 GitHub， 然后开放出来说大家谁爱用谁用。所以以后再去下载这种就是网上无字幕的这些美剧资源啊，里边好多都是带英文字幕的，就可以一句话啊，这个把这事儿搞定了。就当下 AI 的能力啊，这个要让他们写复杂系统代码，基本上都是丢三落四的啊。但如果你写完了新代码，让 AI review 找 bug 啊，确实是舒服。很大的系统呢，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更复杂的这种，就是软件工程相关的 AI agent 的这种工具来去工作吧。像 Cloud Code，你说哎，去给我检查整个的系统，然后去找到有问题的地方，然后去给我添一些什么东西，其实还可以啊。因为我最近呢，主要用的是 OpenCode 和 Codex 5.2的模型啊。那么这2个模型结合在一起以后，各种的问题啊，你也不能说他一次给你写对了，写错了你就让他改呗，对吧？你说，比如说到我这儿，我需要去并发的去调这些模型啊，因为单线程调太慢。对吧？那我就是你去试吧，这个并发了，然后有什么问题你去处理。好多东西你也不用跟他说，他就给你搞定了。因为有时候你并发他会报错嘛，说哎对不起，你已经超出了你的调用频率了，他自己就自动的再重试一次啊，过了几秒钟再重试一次。我没说啊，他自己完全搞定的啊，还是挺开心的。马斯克只说了 AI 好处，没说坏处。哎，这个坏处就是丰饶社会嘛，他给你发钱，不就没坏处了吗？当钱不是问题时啊，钱就变得没有意义了。你说钱没有意义了，到底这个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呢？大家看看阿联酋这帮人啊，看看这个沙特这帮人，他们每天在干嘛，对吧？也是这个，反正比较无聊啊，我觉得比较无聊。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找到他们的人生意义和目的啊，而是在这里这个做很多的可能是不是那么高效的这种社交啊，做这样的事情。老黄是金矿门口卖铲子的，肯定狂吹 AI，这是一定的，对吧？他是唯一挣着钱的，其他人都在亏钱。我这几年开始觉得达沃斯就是全球左派口嗨论坛，马斯克和皮这些做生意的算是比较明白的啊，去做品牌公关。你这左派川大爷不上去了以后，从头骂到尾吗？对吧？这个马克龙你戴了个墨镜，然后这个怎么回事？北约如何了？然后，据说他还在上头骂纽森啊，说纽森你这个是个 gay，然后你老婆出轨了，你的鸡鸡小的像一个小金鱼什么的，这个。啊，这个当然不知道了啊。然后纽森在下头听着呢，然后这个只能是尴尬的微笑一下。那你这个左派开大会呢，只能上右派上去骂人了。加油啊，这个你也加油。AI agent 也不是万能的啊，有时候一个小的 improvement 啊，这个它会给你直接几种。直接重构几个模块啊，对，是这样的啊，几万行的这个 file change 啊，
就换谁都得打人。我最近在写一些程序，我已经觉得我就不看了，就是现在你愿意改什么改什么，我只看结果，我不看中间过程了。我觉得可能很快就会发展到这一步了。这是什么呀？Sovereign 这个词不认识啊。AI 不是指以国家为单位的这个算力基础建设。老黄是想让大一点的组织和机构，和实体啊，都自己整一套完全自主可控的 AI 系统。是啊，就是它有主权 AI，有国家 AI，然后也有这种大厂 AI，所以这就是老黄真正想干的活儿。你只要把这 AI 拆开了，就通通的得买英伟达。你要集中在一起呢，因为数量足够多了，它就可以支付这种维护成本，对吧？那它就可以去买这种 assets 或者去找博通定制嘛。所以现在涨得最快的就是除了英伟达，第二就是博通啊，这个还是非常非常猛的。只要 AI 不能替代放射科医生签字，那报告最终还是要靠放射科医生当这个。是的，但是现在是这样，就是 AI，你说到底能不能签字呢？你现在认为它是不能啊，就跟我们说无人驾驶汽车似的，一开始你需要坐在这个驾驶座后头，双手扶方向盘，目视前方。哎，像我那个车现在就这样，对吧？以后呢，就是说我可以走点神啊，但是还需要坐在这儿，而且我们还需要考驾照，对吧？等到这个 Robotaxi 上来以后，这上头没有方向盘了，对吧？没有方向盘，没有刹车，没有油门，什么都没有了。我觉得 AI 可以在这个放射科结果上签字这一天，应该距离我们很近了啊！不要认为这个事儿是迈不过去的。呃，与其说不用上大学就能写程序，不如说 AI 会颠覆教育行业，让因材施教的成本降低到贫困人口也能够负担得起。其实我一直不认为，教育是可以让人成才的这件事儿啊，因为呢，教育其实一直是一个筛选机制啊，所以我刚才讲了半天也是在讲，我说这教育其实做的活儿就是筛选，筛选出这个社会所需要的极少数精英啊，这个从科举一直到现在，其实教育都在干这件事儿，从来都不是为了让所有人或者大多数人去成才的。目前 AI 最多算是 enablement 啊，可以在明白人的监督下更高效的解决专业问题，但是想让明白人跟小白的技术这个积累上平权，小白还是得踩不少的坑，才能成为明白人啊。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你想吧，我也会开车，你也会开车，咱们现在谁还会修车，对吧？你说这个修车修的特别好的人，对于开车有帮助吗？其实没什么帮助了，对吧？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事情很快就会发展到下一个阶段，啊，就是你修车的人，你老老实实去修车啊，这个事儿跟你开车开成什么样没关系了。啥时候 AI 实时翻译游戏画面啊，英文版游戏直接汉化？其实这个应该已经可以做到了啊，这个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这个范老师那个字幕小程序啊，代码量太小了啊，这个范老师可以下次试试。这个 Bitbucket 上头，有个上千这个分支的啊，十几万文件 Git export 后啊，一个多 G 的这种仓库，最终啊还是要跟 AI 讨论 idea 啊，然后代码自己写。我现在倒是没有扒这样的大系统下来啊，这个我觉得可以回头试试。最近只是没有什么时间，就是搞这个事儿还是挺耗功夫的啊，而且很耗精力。就是人一旦是这个脑子搁到程序里头以后呢，就这个让我再去做这个视频啊，再去搞这个事儿，就有点转不过来啊。我还是每一次有点单线程啊。如果丰饶社会都发钱了啊，那岂不是让那些自称共产主义的国家很没面子？咱们没有哪个国家自称共产主义啊，原来还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来也不讲了，
对吧？所以在世界上谁敢说自己是共产主义？我看好 AI 制药啊，实现个体化医疗啊，这个应该现在正在快速发展。反正有 Git 不怕它乱改啊，这个，其实还好了，其实还好。你像我那天写那个昨天写这个程序是，整个写完了以后才 Git 啊，就是你反正写呗，写错了重来呗，这个无所谓的。川大爷骂鸡鸡小是 AI 做的，好吧？那就不知道了。反正我在推特上看的，中东那些石油老爷有钱也是因为太多人没钱。其实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存在贫富差距下，他们都没什么意思啊。这个如果完全没有差距了，估计要恐怖啊，估计更恐怖。这个事儿呢，其实我一直觉得人有时候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欲望来刺激他的，对吧？你需要去这个有这个需要去追求这个更高的精神享受、物质享受。如果真的没有了，真的是说你都已经想不出来让机器人再给你造什么了，这个社会有可能会崩塌的啊！就是大家都没什么想要的了，这事儿就没法弄了。所以人还是要有欲望，要有极其强烈的欲望啊，否则的话不行。不过，不看过程是不行的啊。大项目写文档和这个什么比代码的工作量还大，目前的 AI 能力，想形成闭环无监督开发大一点儿的组织，都不敢这样搞。我觉得呢，这个事儿是这样啊，就敢不敢是一回事儿，有没有这种叫做什么呢？这个无知者无畏的人就生干了，干完了以后呢，最后发现，哎，我这个系统可能跟原来那个大系统比起来有很多瑕疵，但是我也不管了，我就这么上了啊，上了以后再慢慢改。这个其实，在互联网时代或者包括中国的很多的项目都是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状态的啊，就是人家也这个西方很多的技术一开始也是等级森严，各种规矩特别多。那咱们也是说，哎，你那搞不定，我先试试啊，试试好像看着差不多，上去了以后差那么一点但我便宜啊，我上呗。最后把人家那个祖师爷也打得满地找牙啊，所以就是你现在觉得大家不敢干这种大项目，不敢去处理这个东西，是现在的状态啊，这个可能很快就会被颠覆掉。并不是说 AI 的能力会上升，而是说，呃，很多人可能会愿意接受那种更便宜、更容易得到啊、更低成本的这种不那么完美的方案啊。那么你原来为了维持这个最完美方案啊，可能从95%的成功率提升到97%的成功率，你消耗了，比如说3、5倍的这个成本啊，那么可能是30、50倍的成本。那么很多人说算了，我就要那95%的就得了啊。所以这个有可能在 AI 发展的过程中会发生变化的。开车得看你开啥车啊，你要是开，带气刹的车啊，你不会修车，驾照都拿不到。对啊，但是大部分人并不需要去开这种玩意儿，对吧？这个，哎，气刹是个什么东西啊？搞不懂啊，因为我没弄过这种东西，国内好像没有这玩意儿吧？或者是不是只有大货车有？啊，那大货车你肯定还是要专门考驾照的嘛。我在琢磨制作一个灵魂的 NPC 啊，正在玩 InWorld AI 啊，之后想要自己本地部署一个试试。哎，这个反正各种的尝试都是要去试，好奇心也是一种欲望。天国拯救2现在就有 AI 国语配音 mod，效果还不错啊，这个挺好的。我就是 AI 写代码加 AI 写文档啊，我们公司每个月在 AI 上花100多万美元成本啊，我们每个组用了多少，老板都知道。你们不会是直接使用 token 吧？如果直接使用 token 的话，实在是太贵了啊。我觉得还不如给你们每个人配一个200美金的账号呢。非关键系统的新兴公司可以无知者无畏，关键系统上出了事故，有人要坐牢的。这话你去跟马斯克说去，
他造火箭的时候冒了多少次要坐牢的风险，对吧？这个，所以很多人呢会去故意放大，当然他可能也是说活在自己的一个系统里就没有办法跨出这个框，他就认为自己这套规矩已经大上天了。但是呢，总有一些像马斯克这样的人就会冲上来说：“你这玩意儿算个屁，对吧？凭什么进到这个芯片工厂里就要穿那个防尘服，我就要在里边吃汉堡，就要在里边抽雪茄，对吧？你让台积电，你谁敢？台积电不敢吧？英特尔不敢吧？三星也不敢吧？包括中国的中芯电子肯定也不敢在这个芯片工厂里吃汉堡抽雪茄。马斯克说我就干了，对吧？所以呢，不要老想着说只有小系统、新公司才敢干这活啊。我现在自己弄一个大项目，这个2200多个回归测试啊，spec 加 test 加上这个test driven 啊，这个是慢，但是很稳啊。这个我觉得你一加这个 spec 就会很慢很慢啊。这个测试驱动这个事儿是挺痛苦的，因为我是试了几次，后来我最后把它扔掉了啊。这个 spec kit 这些东西，包括测试驱动开发我都把它扔掉了。原因也很简单，就是，你加上这些东西以后，第一个特别费劲，特别慢啊。第二个是这个，叫什么来着？第二个就是它有时候还出错啊，就是它没有办法把你要的东西给你做出来啊，这个就很讨厌了。你还不如直接说你把这个需求描述清楚，然后让它开干呢。然后你发现哎哪儿不对了，你就把需求文件改变，然后重干一遍，对吧？也就完事儿了。我记得我以前啊，这个在刚学编程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这个就是编译器很慢啊，就是在那个之前编译器都很慢，就是 C 编译器什么 CC1、CC2，然后 Make 什么的那些东西啊，最后还要 link 在一起，就是你编译一次的时间非常长。所以呢，那个时候这个老师的要求是你必须要反复检查啊，甚至是要在纸上去检查，先把它写下来，检查完了以后，然后呢才能够去编译，因为编译的成本很高啊，而且呢你跟很多人的这个代码要混在一起啊，要去集合在一起，那个成本实在太高了，所以呢对这块的要求极严。后来呢就这个波兰的公司就开始说 Turbo Pascal、Turbo C 这些东西，就是你随时摁一下这个 F9，就是咔开始编译，编译完了就开始跑，跑完了以后，这个可能用个这个，当时我记得可能十几秒啊，或者几秒钟，这个就有一个可以运行的界面，就可以做测试了，可以调试了。后来这个那个时候老师还说不行啊，你们必须按照这个严格的要求来做。但是学生嘛，肯定要偷懒嘛，说我们才不给你这事儿呢啊，这个错了啊，这个退出再改改，然后再编译一次跑起来，然后再错了再搞，对吧？其实很多东西呢。这些规矩是为了维持在当时的那个技术环境下，他们必须要去维持的东西啊。这个一旦技术环境变了以后，再抱着这些规矩，就只能是跟自己过不去了。珍妮纺织机也没有很好啊，这个效率和成本才是真理，是啊。你像咱们做出活字印刷的时候，那个东西印出来的字儿也没有雕版印刷印的好啊，但是它就起来了啊。大客车也是气刹，那这种是要单独考驾照的啊。让 AI 改吧，test 只要够细，不怕搞坏。是的，但是实在是太慢了，而那个 token 实在太费了。就是我只要上这个 SpaceKit，然后这种东西，然后即使是很小的项目，可能干个半天，我的那个套餐也就干净了。所以为什么后来不敢上了？Air Brake 啊，这个靠压缩机给气缸维持压力，刹车就是个气闸啊，踩下去后啊，通气给刹车盘啊，这个刹车鼓吧，直接抱死刹车盘啊，主打一个劲儿大。可能也就是大客车有这个吧，小车有这种东西吗？就是轿车里好像没有这种东西吧。反正我开了这么多辆车，没见过这玩意儿。还要看怎么用吧。Cowork 就声称完全是 Cloud Code 写的，对啊，非常非常小啊。Cowork 你说到底有多大？这个真不好说。其实我觉得 Cloud Code 自己应该也是一个挺大的项目啊。马斯克也是做完风险评估才冒险的。
在马斯克冒险成功之前呢，大家也不认为他能成功啊，他可不是无知者无畏。这个，我觉得啊，这个叫成王败寇。成了以后呢，你就可以解释他做的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合规的啊。然后你如果是没有成呢，大家就会嘲笑他啊。这个，我是从结果的本质上去看这个问题啊。在马斯克没有放成功任何一颗火箭之前，所有的火箭工程师都认为他无知者无畏。只有他放成了以后，大家才会去看，哦，原来这个地方他干了这个，原来那个地方干了那个，对吧？我们公司花那么多钱，是因为在 AWS 租了服务器，把现在主流大模型全都给部署上去了。这个收费应该是大企业的什么合同啊？我们这些一线的大头兵，不懂计费方法啊，只知道领导逼着大家去用 AI，不管是面向客户还是后面要做支持，都是要用起来。这个你把这些东西能布上什么呀？你 Anthropic 本身在 AWS 服务器上就有，对吧？因为 AWS 就是那个 Anthropic 的那个股东，编程呢就最好的就是 Cloud 啊，没有之一。你像我之所以用 Open Code 用什么 Codex，是因为我不敢用 Cloud，因为我怕封号，对吧？如果不怕封号，我如果在海外的话，我肯定是妥妥的$20交上去啊，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你说你真布一大堆模型上去，什么千问啊、DeepSeek 这玩意儿，它这玩意儿编程其实还比 Codex 比什么这些都差远了。我用 DeepSeek 的 API 跑啊，给我加了几个 bug，就已经这个10块没了啊，还是老老实实用套餐。DeepSeek，我今天本来想让那个 DeepSeek 去给我翻译字幕的，因为它便宜嘛，它100万 token 才2块钱人民币，结果不行啊，结果不行。后来我也发现了这个东西没法改，因为 DeepSeek 在调用它官方 API 的时候，你遇到这个美剧的字幕里头说一些不太合规的话，它会报错，所以最后我还是把它用 ChatGPT 了，啊，因为 ChatGPT 的 API 比 Gemini 3还是便宜一些的，对吧？对吧？还是老老实实的用 GPT 就完了。范老师总是把创新和合规对立起来，可是 research 有 research 的规矩，可以让你实验新技术，但是没做这个 polit test 啊，就直接的在关键设施生产环境部署新技术，那是肯定要背大锅的，只要背得起就行啊，对吧？马斯克买了 Twitter 以后崩了多少回了，对吧？如果这个事儿是你把它弄崩了啊，甭管你是在哪个公司吧，估计你要背锅啊。马斯克说我愿意背这锅，那没毛病啊，对吧？所以我们不能说自己被规矩管着，然后我们就觉得规矩比我们大了，千万不要干这个活。其实像我们以前去看会计和律师啊，都是这样看的，就是最差的会计和律师呢是自己不懂装懂，然后呢好一点的呢是虽然懂了，但是呢只敢在圈子里头做。这个当然还有一些律师呢是自己也不太懂，然后也胡搞啊，这种人是很容易翻车的。最好的会计和律师是什么呢？就是他知道边缘在哪儿，然后呢他也知道怎么去跨越这个边缘，怎么去违规，然后呢还不被人抓住啊，这个才是好的会计和律师。这个将来啊，marketing 的时候可以说某个 APP 是100%古法人写程序，哎，这个可以有啊，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完全绿色健康啊，这个可以有。马斯克当初冒险也是在 NASA 审批后进行的实验啊，这个，你觉得 NASA 审批是可以事无巨细审批的吗？啊，如果他没拿到许可，这个他肯定没拿到许可就是马斯克飞不了啊，但是美国还是有一些这种车库火箭公司的啊，这个也还是有一些人在这儿去做有意思的事情啊，这个你说这个里头有没有人最后啊玩废了，然后判刑或者说罚钱的也有，对吧？都有。然后呢，我们现在只是看到了一个成功的案例啊，它算是一个幸存者偏差，然后我们就来解释说啊，你看他做了这个事儿，他做了那个事儿。其实你讲的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在维护这个规则和规则的威严嘛。这个其实怎么说呢？看吧，走一步看一步吧。
特斯拉和不锈钢火箭在马斯克做之前，也都有行业验证过不行啊，不可行啊。我觉得很多行业共识都是有时代性的，到了某个节点啊，就会有人出来打破它。这个事儿呢，就是还是要有一些愿意打破规则的人。你看，刚才我们也讲了嘛，你要用 AI，你就要去打破规则。包括像阿联酋的人也说，哎，我们一定要让看这些年轻人用 AI 去打破规则，他们不愿意打破规则，这些人，我们是不会把他们放在新的岗位上去的，对吧？你如果我一定要是按照原来的规则去做的话，那这个规则肯定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束缚手脚的。这个我就是在用 Rucode 搭建搭配 Cloud 来做开发啊，还用了 review 还用来 review 其他同事的 PR，我也变成那种连拼写错误都comment 的唧唧歪歪的人了，好吧？我 Rucode 使了一段时间啊，后来是中间用了一段时间那个叫什么 Codex 啊，就是ChatGPT 的 Codex。最近呢是 OpenCode 多一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谷歌的那个叫 Anti-Gravity，Anti-Gravity 还是挺好使的。马斯克买 Twitter 也是商业规则和法律允许的。你看啊，这个就是不同的层级，对吧？对于马斯克来说，我只要在这个规则里头玩就行了，对吧？那么对于下边写程序的那个人来说，他是不是就要遵守一大堆？我要怎么测试？我要怎么去那个什么保证这个迁移不出问题？所以呢，就是你在自己的规则里边，你就老觉得上边一层的规则是大如天的，对吧？你以为马斯克就完全遵守了商业规则和法律允许吗？太开玩笑了，他只是没有被抓住，没有被告输，多少人在告他？现在某些人都有科技跟老百姓耍流氓啊！现在某些人都有科技跟老百姓耍流氓，将来掌握了 AI，还不更是为所欲为？每当新技术在这片土地上落地的时候，我的内心都非常纠结。哪片土地我们这儿好着呢？如果生产力已经可以达到不用人工作啊，政府发钱，那资本家是不是会用另一种方法剥削大多数人？关键你剥削他啥呢？对吧？你剥削了半天，他有啥？他啥也没有啊。所以未来的社会到底是什么样，谁也不知道，大家都在猜嘛。马斯克吐槽美国电网，现在中国大基建啊，有浪费，有这个无心插柳柳成荫啊，到底怎么投资呢？谁也不知道啊，投资到底能够助力未来发展吗？这个真不好说啊。因为马斯克讲的这样，就是美国的电网大概是够美国整个耗电量的1.5倍，对吧？就是你电网不可能跟你耗电量是完全一比1的啊，一定是要多出一些来的。所以美国是1.5倍，而中国是2.5倍，对吧？这个中国本身用电就很大，中国发电大概是美国的2倍，对吧？中国光太阳能的那个发电量是基本上能达到美国整个用电量的一半这个是马斯克很期望能够得到的东西。但是川总说我知道你想干嘛，给你加关税，不让你得到。川总就惦记玩核能嘛，他那个 Truth Social 那公司是个上市公司嘛，前2天不是收了一个这个核聚变的公司嘛，还是收了一个核能公司嘛？你们都去玩太阳能了，谁去玩这个呀，对吧？那川总这个生意做的精明着呢。NASA 的审批即使不能事无巨细，也可以免除一部分 SpaceX 的风险。对啊，这个我觉得就是咱们的这个还是要尽可能的这个不要把所有的规矩都看得那么伟大啊。这个每一个规矩呢，都是有它存在的历史原因和条件的，对吧？不是说规矩就比其他东西大。未来的社会恐怕是人人这个互相娱乐的社会，这就不好说了啊。咱们也许都跟机器人娱乐了，就不要人了。而且最后对于马斯克来说，他要的是意识，不是人。当初马斯克其实是打算耍流氓的，但是
这个 Twitter 股东算完账啊，发现马老师开的这个叫什么价合适，最终才能 deal 啊。这个不是说不是说耍流氓不行啊，但是耍流氓想要擦屁股，成本按10倍、100倍增长，这个真不一定啊，真不一定。马斯克呢，当时之所以想耍流氓是，他认为 Twitter 给他的数据有问题啊，然后所以他放那儿放了一段时间。就是当时买 Twitter 的时候，一开始不是说我要买，买完了以后呢，看数据，看了数据他就觉得不对，说你这个里头有太多的机器人了啊，这个绝不是你财报上讲的是这一点点机器人啊，这事儿肯定有问题啊，所以呢，他本来想再去讨价还价，然后当时我记得我还录过节目讲过这事儿啊，人 Twitter 跟他签的那个协议应该是有签字费的。就是你要不搞的话，肯定是要这个叫什么呢？是要罚款的，而且要罚很多钱啊。这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其实很多事情啊，就是有钱人能做，对吧？对于他来说呢是合法合规的，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就是违法的。这个就跟在中国似的，有好多话政府能说，我们不能说，对吧？这个，所以呢，在不同层级上守不同的规矩。所以对于规矩这件事上来说呢，就是大家还是要更加辩证的去看啊。好啊，我们已经把评论都读完了啊1个多小时有个192个人，好吧。那么预告一下周末的更新吧，然后，第一个会员节目该更新了啊，上个礼拜没更，那么这个礼拜呢，我准备把这个，呃，因为我会员的节目里头是有这个编程课程的啊，虽然这个也是到后边实在更不动了，因为我现在自己已经写程序不看代码了，所以呢，我准备把这个怎么去写 skill 啊，这个稍微跟大家聊一聊啊，或者是现在 AI 上一些比较新的好玩的技术吧，跟大家聊一聊啊，这是这一周的这个会员节目要去更新的内容啊，然后希望对大家有帮助，然后其他的呢，马斯克手下有一哥们儿不是做了个访谈被开了吗？啊，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值得去扯淡的啊。然后以及这个 Anthropic 的这个把宪法公开了啊，这个我觉得也还是值得去讨论一下的，特别是对于一些文科生来说啊，还是有值得讨论的地方的。马斯克那个 Twitter 董事会签的那个什么，是80%购买额啊，不是罚1块2块那么简单。哎，这个其实呢，这个怎么说呢？你就算把他440亿美金都给他罚了，对吧？对于一个身价快到上万亿美金的人来说，算个屁啊！辛苦啊，大家周末愉快啊！这个哥们儿还在折腾呢啊，这个是如果梳理时间线啊，马老师反悔的是 Twitter 董事会算完账之后啊，这个一开始 Twitter 股东是想坚持读完条款的，这个哎，我觉得啊，这个时间呢肯定是一个流动的事情，对吧？马斯克，你比如说像现在跟这个 OpenAI 这不是官司还在打着吗？对吧？那你说是这个山姆奥特曼没守规矩啊，还是马斯克没守规矩啊？对吧？所以很多事情呢，最后就是到法院诉讼呗，它就是一个最终的一个结果嘛。啊，所以不用想太多，说啊这个规矩怎么大如天了，谁一定要怎么守规矩。这个所有喊着要守规矩的人，要么就是规矩的既得利益者啊，要么就是规矩的奴隶，对吧？这个，所以我们作为一个这个，在一个规则社会里头，特别是其实中国跟美国都属于规则没有那么明确的地方啊。这个还是，当然美国可能比中国还要再明确一些，而且大家玩的规矩不一样。真正规则比较明确的，像什么日本、欧洲这些国家，没法创新啊，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好啊，那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大家周末愉快。哎，你看我还剃头了。这个现在都是要抓紧剃头的时候啊，因为正月不剃头啊，正月剃头死舅舅，所以一定要在腊月好好再剃一个。我准备在真正过年之前再去剃一个去。啊，还有人在聊天呢啊，追这个菜鸟老井，菜鸟老井啊，菜鸟老井这种就不是适合像我这种岁数人看吗？
这个好吧，打破规则的风险比范老师想象的要大得多啊。这个其实是这样啊，就是因为像我们以前做投资嘛，这个很多人会死，就是很多的项目会死，对吧？最后我们做的是一个概率成功，所以呢，这个风险就是一个一个公司的倒闭，对吧？那么这些风险一开始在计划范围内。好，这个塔主赶上了个尾巴啊，好，结束。